女人难产生不出孩子，丈夫却陪着小妾饮酒作乐，即便听到了求救声，也不肯出面，甚至怀疑孩子根本不是自己的。因为就在刚刚，他看见青莲竟然和旧情人在一起。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青莲只是因为出来找人太过着急，一下子动了胎气，眼看就要走不动时，刚好被赶来看病的吕北一看到，顺便让他帮忙看看而已。可不管青莲怎么解释，贺连信就是不相信，甚至还以为青莲肚子痛是装的。肚子好疼！你别拿孩子来当挡箭牌。肚子痛是吧？要不我叫吕北一过来摸摸你的肚子，让你好过一点。随后贺连信生气地离开了。青莲在追赶吕北一的路上踩到豆子而摔倒，吕北一诊治后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下一个，所以他只能先救青莲。而在南如真的控制下，此时任何人无法出府去找接生婆，柔夫人便挺身而出为他接生。而亲信想来通知贺连信快去看看即将小产的青莲，可是却被南如真的侍女阻拦。南如真则在房中拼命地给贺连信灌酒。贺连信心中觉得青莲最爱的还是吕北一，因此喝多后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可青莲的孩子没有保住，心死的青莲抱着自己小产生下的孩子跪在贺连信和南如真的屋子门口。贺连信醒来得知后慌忙出来找青莲，可青莲此刻对他满是仇恨。贺连信，你害死了我的孩子！此刻贺连信连连道歉，并说他对青莲是真心的，而青莲却反问他：你是不是对公子邸的每一个夫人都是真心？贺连信心中生气，质问青莲对吕北一是否是真心。青莲听后对他彻底失望，他说自己错就错在以为贺连信有真心，并且在一怒之下决定与贺连信恩断义绝。他摘下二人的定情戒指扔了出去，戒指撞到石柱，一分为二。于是青莲便请求贺连信将自己贬为庶人，移居别院。贺连信无奈只能答应了他。而当青莲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被南如真害死以后，便决定等待机会回府报仇。青莲坐着马车来到了别院，刚准备进去，大门一推就裂成两半。他知道是姚夫人所为，破烂的房间让青莲五味杂陈。看着那枚摔成两半的戒指，青莲回想起过去种种，一阵心酸涌上心头。碎了的又何止这枚戒指？看到婢女将所有棉衣都垫在了自己床上，立刻分出一部分给随从，随后让婢女以后跟自己睡在一起。我现在已经是庶人了，不应该有主仆之分。姑娘，小人们贱命一条，只是姑娘……没有人是贱命一条，你们俩都是陪我从鬼门关里回来的人，这里再冷也冷不过公子邸的人心。唯一能将我暖回来的，就是你们俩的这份忠义。同时也住在别院的姚夫人将两个管事的叫到了屋内。喝茶呀，夫人，1年了也没喝上您一杯水，今儿这太阳打哪边出来？先看看里面是什么。两人看到是250的银票，当场让姚夫人尽管吩咐他们做事。姚夫人让两人想尽办法折磨青莲。隔天两人就在饮食上动了手脚。这饭都馊了，人怎么吃啊？有吃了就不错了，还挑3拣4。管家说着就准备将饭端走，青莲拦住了他。谁说我们不吃？青莲知道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活下去，将受到的苦通通还给害他们的人。他当着两人的面大口吃了起来。贺连信放心不下青莲，在别院门口徘徊不定，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去。姚夫人得知青莲吃完了他们送的残羹剩菜，好奇他什么时候变得这般逆来顺受。吕北一回来时恰好看到贺连信，听到他并未想过要替青莲的孩子报仇，于是连夜去找了青莲，准备带他逃离这个地方。青莲却不愿跟他离开，他还没有等到柔夫人的消息，替死去的孩子报仇。我不能让我的孩儿平白无故的丧命。青莲不想再连累吕北，劝他赶紧离开，忘了我。第二天，青莲找到两个管事的，同样拿出1袋银子，将一把匕首摆在面前。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介意再多找2个人陪葬。两人顿时害怕到不敢反抗。紧接着，青莲又去拜访了姚夫人，提出想跟她和平相处。几天不见，他像是变了一个人。很快2年时间过去，青莲在别院过得风生水起。听闻甄夫人已经升为了公子邸的侧夫人，青莲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蛰伏了2年的他，终于到了出手的时候。没过多久，世子因为贪玩，私底下截胡了一个部落献给王爷的一把枪。贺连信知道偷藏这把枪会引来祸端，劝二哥赶紧放回去。你要真有这个本事啊，就救你那一个接一个死去的儿子吧。很快，王爷发现了世子的行为。这把枪要是给了你，你能打到什么？打小鸟？打猪？打绿豆？父亲，为什么这样羞辱我？那王冤枉了你吗？王爷为了让世子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惜让老九跟他比枪法。二哥，拿枪打他，真的很简单。世子哪能受此欺辱，直接一枪打在了九弟的腹部。听闻王爷只是对外称九弟得了疾病而已，世子顿时松了一口气。既然父亲还有保二哥之心，一切还未到穷途末路。吕北一即刻将情况汇报给了四公子。看来世子这把火我们烧的还不够透。很快，吕北一收买了世子的随从，让他去到王爷面前煽风点火，称在世子身边当差时，听到他说王爷一定会因为九弟的事记恨自己，与其等待被废除，还不如先发制人，动手时间就是今晚。王爷这下彻底被寒了心，他独自跑出门散心，走到半路却遇到了青莲。王爷看到青莲如今过得这般怡然自得，
很是替他欣慰。两人交谈间，看到地上摔死了一只鸟，王爷感慨他这是因妒生恨，争食而亡。离开时，王爷本想派人送一些衣服过来，可转念一想，猜到了青莲很快就会离开别院，于是话说到嘴边又收了回去。青莲好奇王爷怎么知道自己即将回去，回想起刚刚看到鸟的对话，他立刻明白了过来，只有赫连信失势，自己才会被王爷下令放出别院。公子有危险。这边两人得知九弟恐怕撑不过今晚，吕北一让世子赶紧去给王爷道歉。赫连信也准备一同跟过去时，半路被青莲拦了下来。青莲让他停止今晚的一切行动，王爷已经在门口等待他们过去自投罗网。果然，世子刚靠近帐篷，就被一群人包围了起来。王爷在世子身上搜到了一把匕首，而匕首正是吕北一偷偷挂在他腰间的。世子这下是百口难辩，王爷当场废了他世子之位。劫后余生的赫连信十分感激青莲。我如此待你，你还要救我？为什么？我害死我们的孩子，你还救我？青莲借此机会让赫连信对自己充满了愧疚，离开时还不忘说一句我恨你。赫连信顿时呆愣在了原地。青莲回去后就遭遇了刺客，关键时刻吕北一赶到，他才侥幸逃过一劫。得知是甄夫人派来的杀手，青莲怒不可遏。回去的时候到。赫连信接到青莲遇刺的消息，马不停蹄地赶过去，然而却看到青莲疯疯癫癫的样子。赫连信的手被咬出了血，仆人告诉他连姑娘已经失心疯了半年，昨晚又受了惊吓，现在他谁也不认识了。赫连信无比心疼地将青莲搂在怀里，还亲自给她梳头，讲述自己这2年来对她的思念，后悔没有早一点过来。如今看到青莲这个样子，他的心像被刀子割了一般难受。青莲却呆呆地看着他。赫连信无意间看到青莲脖子上还挂着那枚碎成2半的戒指。不可以，这是公子给我的，求求你不要把它拿走。赫连信彻底破防了，抱住青莲不停说着对不起。为了将青莲的病治好，他从公子邸搬了出来，每天都陪在青莲身边，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同样住在别院的姚夫人，整天以泪洗面地等在门口，期待丈夫过来看看自己。隔天，青莲为了演得更加逼真，偷偷跑到房顶上唱歌。赫连信被吓坏了，他克服恐高，爬上梯子想将青莲拽下来，可看到她那烂漫的笑容，可是能看到你这样开心的笑，发一发疯又如何呢？赫连信不顾危险，跑到屋顶跟对方一起欣赏起了远处的美景。然而两人正准备下去时，脚底突然踩空，双双滚了下去。看到赫连信用身体将自己护住的样子，青莲知道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她立刻去找了姚夫人，以有办法让赫连信来看望她为条件，让她帮自己一个忙。很快，姚夫人就让哥哥穆天舒偷偷将青莲放进了王爷的营帐里。今天恰好是先王妃的忌日，王爷不免有些睹物思人。赫连信趁机劝说父亲让世子复位，毕竟他是先王妃留下的唯一血脉。以后不要再让本王听到这些话了。王爷依旧没有原谅二儿子。突然听到外面有刺客，赫连信连忙走出了帐篷。丫头，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都拦着我，不让我见公子。怎么了？他还思念夭折的孩子，所以善待我们的孩儿。这一幕不禁让王爷想到了先王妃。先王妃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王爷为了让他走得安心，当场将2人的孩子立为了太子，还保证每天都会将他带在身边。公子答应过会好好照顾我们母子，他答应过会好好照顾孩子。既然公子他答应过你，他一定会一言九鼎，不会骗你的，放心。是吗？为什么别人都跟我说，男人说的话都是不算的？王爷听后瞬间觉得有愧于二儿子。赫连信将青莲送回家后，跑去见了姚夫人。姚夫人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过丈夫，一见面就激动不已。她本以为借此机会能让丈夫宽恕自己，没想到赫连信却批评她不择手段。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子，包括利用一个疯子吗？是，和你能够回去相较起来，别人的死活关你什么事？赫连信满眼都是关心青莲的样子，让姚夫人无比难过。公子，难道你心里就只有洛青莲？即便她疯了，你还是要带她回去，你侬我侬，举案齐眉吗？我不会接她回去，整个将军邸装的都是她的眼泪。我固然想袭爵，但我更希望她能够丹峰秀月。青莲无意间听到这席话，瞬间有些措手不及。自从世子被废除后，大臣们纷纷举荐4公子，可王爷脑海中全是二儿子以及先王妃对自己的叮嘱，他一时难以定夺。赫连信趁机让父亲跟自己一嫁去一个地方。来到世子邸后，他再次跪在地上，恳求父亲给二哥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难道你不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吗？王爷走近，看到院中摆满了酒坛。世子妃称丈夫这大半年买了最好的葡萄，亲手酿了这些酒。随后他又命人抬来了2箱东西，里面是世子被废之后每日抄经给王爷祈的福。谦儿哥，是先王妃忌日，他为了给娘亲多抄一些经书，抄了整整1个通宵，又累又受了风寒，这一病已经昏了好几天了。看到王爷有些动容，赫连信立刻跪在地上请求父亲复位世子。老五却反对这个提议。王爷看出他是在替老四争取机会，老四听到这个连忙跪在地上，表示自己从未奢望过世子之位。这样最好，本王可袭爵的儿子很多，终于又少一个。很快王爷恢复了二儿子世子之位，
将赫连信册封为了郡王，而机关算尽的四公子却落得满盘皆输。